全民穿越公路求生。我跟着米兰达一直来到了黑莓市的最北端，一堵高墙树立在了众人面前。高墙足有3米多高，上面还有通电的铁丝网。在高墙的后面还有几座塔楼，上面还有巨大的探照灯。要不是米兰达告诉我这里名义上是疗养院，说是监狱我都信。大门旁边挂着一块铁牌子，上面写着德雷克堡联合制药疗养中心。就是这里吗？没错，不过我们最好找个隐秘的角落潜入进去。那么麻烦干什么？我一脚油门，直接将大铁门撞开了。刚才我已经派无人机侦查过了，整个德雷克堡里根本就看不到一个活人的痕迹，车辆也是一辆没有，里面的人应该都撤离了。还可以这样吗？真是太帅了，不愧是我看中的超级英雄。联合制药会不会找我们赔偿大门？会不会很贵？我们是在执行正义的事业，有超级英雄在，联合制药这种反派很快就会被送上正义的法庭，他们都会被正义审判，然后永远的关进监狱里，不会有功夫来找我们的麻烦的。你到底行不行？有超级英雄在前面，你居然还畏手畏脚的，要是不行就交出摄像机，我跟主编说一声，换个搭档。好吧，我进去还不行吗？马特叹息了一声，开车跟了进去。2辆车一前一后冲进了德雷克堡之中。德雷克堡内部十分的大，有20多栋楼，一座大型停车场，一个直升机停机坪，还有一条小型跑道，可以起飞一些小型飞机。不过此时这些场地空空荡荡的，一辆交通工具都没留下。这么多楼，该往哪里走啦？担心什么？没看到超级英雄先生往那边走了吗？我们也跟上去，准备好你的摄像机。我敢肯定，我一定能搞到一个大新闻。前往编号为470号楼，在那里你将获得最大的收益。470号楼。我径直将车开到了470号楼前，从车上走了下来。此时我已经全副武装完毕，不光穿了外骨骼，还拿上了加特林机枪，扛着 RPG-7。天哪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难道要打仗吗？我用看智障的眼神看了一眼马特，随后大踏步向着470号楼向里面走去。要不是担心里面重要的资料会被烧毁，我都想直接来一发单兵云豹。就你这副畏首畏尾的样子，还想要升职加薪？快点跟上我，要不然就交出你的摄像机。米兰达瞥了一眼马特，小跑着跟了上去。马特见状咬了咬牙，也跟了上去。很快几个人来到了大门前。470号大楼的门是刷卡的自动安全门。这个锁我认识，这是道尔公司的最新产品，16位密码加门禁卡加虹膜验证，3重防护，如果有一重错误就无法开启，并且会……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一连串机枪声打断了。密码锁被加特林彻底打爆，几个锁销也被直接打断。我一脚踹了上去，安全门被一脚踢开了。会怎么样？米兰达白了马特一眼。我大踏步向着里面走去，整个走廊空荡荡的，一片寂静。走廊上到处散落着纸片和一些破碎的玻璃。右转保安室看看，或许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。我径直向着右侧的保安室走了过去。保安室的门已经被锁上了，不过区区一道木门根本拦不住我，一脚下去，保安室的木门被直接踹碎了。保安室里2名保安躺在地上，每个人的身上都有10多个弹孔，额头上还有一个弹孔，显然是被补枪了的。而且这2个保安还明显发生了变异，一个保安的舌头明显变得奇长，一直垂到了胸口，另一个保安的脸上布满了鳞片，双眼也变成了树瞳。上帝啊，他们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？难道那个线人说的是真的？联合药品公司真的在搞人体实验？这绝对是个大新闻，如果公布出去，今年的金刚笔奖就是我的。马特，快点过来，把这些都给我录下来，这都是证据。马特也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，他连忙举起自己手中的手持型录像机，将这一幕幕拍了下来，留作证据。他敢肯定，这绝对是一个大新闻。我开始检查起房间来，提示系统可是说这里有收获的，一定要好好找找才行。在角落里，我发现了一个打碎了的试管，地面上还有一些湿润的痕迹。我靠了过去，恭喜你发现了阿尔法病毒原始毒株，暴露在此房间内超过1分钟就会被感染。恭喜个屁！我吓得差点拔腿就走。别慌，以你目前的防护等级，可以安心在此房间内停留1小时28分钟。至于米兰达和马特，在进入德雷克堡的时候就已经感染了阿尔法病毒。吓死老子！我继续打量周围的设施，周围的设施实在是太简单了，一眼就能看光。难道东西葬在保安身上？我将目光锁定到了2个保安身上，不过2人的身上显然已经被人搜查过了，所有的口袋都翻到了外面，甚至连皮鞋的根都被利刃割开了。显然打死他们的人在寻找什么东西。这2个家伙偷了这里重要的东西，然后被发现了，灭了口，临死之前砸碎了带有原始毒株的试管。
又或者是这两人偷东西的时候感染了病毒，来到值班室发生了变异，暴露了，被当场打死。可是这些家伙把偷来的东西藏到哪里了？如果是我偷了东西，会藏在哪里？我将自己带入到了两人身上，闭上眼睛思考起来。忽然，我睁开了眼睛，将目光落在了窗台上的那盆吊兰上。我走了过去，随手将那盆吊兰拔了起来，将上面的土打落。果然，一个黑色的 U 盘从里面掉落了出来。发现怪异的 U 盘，或许可以当成揭发联合制药的证据。发现被盗窃的机密资料，里面储存了阿尔法病毒的结构式和制作流程，以及各种实验数据，外加配套治疗特效药的配方。太棒了！我将 U 盘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兜里。就在这时，正在拍摄照片的马特忽然蹲在地上，剧烈地咳嗽了起来，咳嗽声异常的急促，看那样子似乎是要将肺都咳嗽出来一样，嘴角多出了不少血沫。马特，你怎么了？小心！我心中一凛，我本能的感觉不好，马特这是要变异。然而还没等我说完，马特就发出了一声嘶吼。马特原本斯文瘦弱的面孔瞬间变了一副样子，变得狰狞而恐怖，眼睛通红，嘴里长出了4颗尖锐的獠牙，原本的双手变成了利刃，身体迅速膨胀起来，衣服被撕裂，身上布满了鳞片，一条长长的尾巴从尾骨的位置长了出来。看到马特变成了怪物，米兰达尖叫了起来，他哪里见过这种场景，一时间吓得双腿一软，瘫坐在地上。马特怪叫一声，咬在了米兰达的脖子上。病毒感染完毕，马特随手拎起米兰达，将其扔到了一边，随后大踏步向着我的方向冲了过来。对于变异的马特来说，现在他的脑海里就只剩下了一个最高的信念，那就是将阿尔法病毒传播出去，全民穿越公路求生。看到扑来的马特，我抡起手中的加特林，直接将扑过来的马特打飞了出去，随后抬起枪口对着马特扣动了扳机，一连串子弹打出，直接将马特的身体打成了蜂窝，那些鳞片也悉数被打烂了。阿尔法病毒变异的怪物实力有点弱呀，还不如基因药剂的改造效果呢。我转头望向米兰达的位置，那家伙也感染了病毒，要变异了，得处理掉。然而此时米兰达的位置却空无一人，米兰达不见了。那家伙人呢？跑哪里去了？忽然我感觉到脖子上有一阵距离，好像是有东西缠住了我的脖子，正在不断的加力，试图将它勒死。我低头细看，却发现脖子上什么都没有，可是那股巨力却是实打实的，甚至还加强了一些。难道是隐身的东西？经历过冰蜘蛛袭击的我立刻想到了这一可能，我一手抓着脖子上的东西，对着身后不断的扫射着，虚空之中大片的血花迸溅。我见状立刻朝着血花迸溅处扫射，很快就用子弹和血花勾勒出来了袭击者的形象。袭击者正是米兰达，此时他的身体已经近乎透明，一条手臂变成了触手一样的东西。刚才他就是用自己的触手想要勒杀我，结果自己反而被打成了筛子。米兰达死亡，任务探寻污染的真相失败，你也可以独立自主查探，不过将不会有任何奖励。由于你造成了米兰达的死亡，老实人鲍老板与你的关系降低到了憎恨，他会竭尽全力为自己的女儿报仇。没有奖励就没有奖励吧。我继续搜刮物品，1楼的其他房间都是办公室一类的东西，重要的文件似乎都被打包带走了，地上散乱了不少纸张，可以看出撤退的时候很匆忙，只来得及带走了重要的东西。我立刻将001叫来，将所有字迹的纸张全都带回去，准备一一仔细检查，万一要是找到一份重要的图纸就赚大发了，哪怕没有图纸也可以扔给莉莉丝当研究资料。我缓步来到了2楼，2楼是一个小型的温室，里面一盆一盆的栽种着不少东西。发现阿尔法病毒特效药制作材料金盏花，发现阿尔法病毒特效药制作材料烈焰樱桃，发现阿尔法病毒特效药制作材料龙皮果。提示系统一连弹出了7、8条提示，全是制作特效药剂的材料。发达了，发达了，快，全都移植到高级生态园里去。我叫来011，在2楼搞起了搬迁，至于我自己则来到了3楼。3楼是一个巨大的办公室，里面装修异常的豪华，还有几个多宝阁，里面摆放着一看就价值连城的古董。这些东西都没被带走，看来撤退是真的太匆忙了。我巡视四周，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。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提示系统忽然弹出了提示：打开电脑，输入密码123456，选择基地控制，选择排空主机库存水，5分钟后可以选择重新链接本地主机，提取尚未被完全摧毁的数据。居然还有未被完全摧毁的数据！我立刻坐在了主位上，输入了开机密码，屏幕果然浮现出了基地具体情况图。在这栋楼的下方，赫然正是基地的主机室。此时，主机室已经被水淹没了，应该是摧毁的手段。我打开了排水装置，几分钟之后，主机室的水被排了个干净。我立刻连上了主机，准备看看还能捞到些什么。然而，大半文件都损坏了，翻找了半天，
我只找到了2个设备建造图纸和2张武器图纸。高级消毒室特殊通用配件，可以进行全方位的消杀，防止将有毒物质带出实验室。超压式3防装置，特殊通用配件，由伽马射线报警器、毒剂报警器、控制机构、关闭机、滤毒通风装置和密封部件组成，可防核泄漏、生物武器、化学武器渗透。超频电磁枪，有效射程200米，可调节电压，发射超频电流将敌人击晕或者击杀。需配备高级电池。备注：配套高级电池制造图纸。备注2：经过大量试验证明，超频电磁枪对阿尔法病毒变异生物有同样效果。第3代联合制药特战队防护服制作图纸，配备有用新型合金制作的外骨骼防护系统，可搬运5吨重量物品，可抵御100毫米口径以下的火炮或火箭弹直射。配备新型防护面具，可抵抗阿尔法基之变异毒株渗透，可支撑潜入水下50米，并提供20分钟氧气供应。5倍4枚微型火箭弹。看着那一张张图纸，我顿时兴奋了起来。这些东西可都是价值连城。我立刻用打印机将几张图纸打印了出来。果然，这几张图纸都是可以使用的。我立刻将这几张图纸制作了出来。为了确保效率，我还特意将消毒室安装在了车子的后门入口处，这里是进出车的通道，可以确保不会有病毒躲过消杀环节进入车内。我将这些设备都制作完毕之后，001也带来了好消息，他已经将2楼的机器全都拆解完毕，居然从里面拆解出了一些特殊金属隔阂。我回到了车里，将 U 盘插在了车内的插槽上，将里面的重要文件全都拷贝到小爱同学数据库里。这么多资料，全是关于病毒的。指挥官，你要制造病毒了吗？车里的设备不足，这是需求列表。小爱同学列出了一长串机器列表，看得我头晕眼花。我不是要只要病毒，现在外面的病毒已经够多了，就是当做资料用来研究使用。收到。小爱同学回头去忙自己的事情去了，而我则将自己顺出来的打印机链接上，将特效药的制作方法打印了出来，然后将配方加载到了系统之中，果然可以直接制造出来。这系统也真够死板的，还必须要用纸为载体的图纸才能加载。阿尔法病毒特效药对待阿尔法病毒基本型有最佳疗效，感染2小时内服用可以有效治疗并抑制变异，治疗成功率为90%，对变异毒株效果显著降低。贝塔变异毒株治愈率为70%，伽马变异病毒治愈率为50%。看来这特效药也不是完全有用啊。看完了药剂数据，我驾驶着车辆离开了德里克堡，准备回到枪店去捞一波外快。然而我刚刚驶出德雷克堡没多远，就听到远方断断续续的响起了枪声。发生了什么？怎么有枪声？我立刻放飞了手抛式无人机，很快无人机传回了图画，原来在大桥上发现了变异者。那些哨卡上的守卫立刻举起手中的枪，将那些变异者杀掉。而在发现了变异者之后，那些守卫也开始拒绝放行，用手里的枪逼迫那些还没来得及出去的居民返回家里。开什么玩笑？这里发生了那么可怕的事情，你们居然让我们回去等死？就是，为什么人会变成这么可怕的怪物？你们给我说清楚，是不是联合药剂在做什么生化实验？还要让我们戴上口罩？你说这些口罩里是不是有控制我们的东西，让我们这些自由的居民变成你们的奴隶？我发现了，口罩里有金属丝，这一定是发射信号的天线。他们要控制我们，他们要把我们当成奴隶，跟他们拼了！几个脾气火爆的民众直接从腰间抽出了科尔特，有的则是从车里抽出了 AR-15，朝着那些哨卡上的守卫开火。哨卡上的守卫猝不及防之下被打倒了好几个。这时，在岸边巡逻的装甲车赶到了，看到这幅情景后，立刻向总部呼叫：黑莓市北侧桥检查站发现有暴徒企图强闯检查站，请求授权使用武器，请求授权使用武器。授权批准，可以使用全分类武器，务必保证不能有一只活体通过大桥，支援马上就到。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各种口径的车载机炮对着大桥上扫射了起来。黑莓市的市民虽然手中也有民用枪械，但是面对装甲车这种战争机器，怎么可能是对手？他们要杀了我们，快跑！我要把你们的暴行发到网上去。一个人躲在远处的人拿出了手机，拍下了一段小视频，准备传到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去。然而他却愕然发现，无线信号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切断了，社交账号也根本就登录不上去。该死的网络商！青年愤愤地捶了一下地面，钻到了车子下面，悄咪咪地向后爬去。然而他刚刚爬到了一半，忽然听到天空中有一阵轰鸣声。什么声音？那个年轻人抬头一看，一架 A-10攻击机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他头顶上方，2枚225千克的 MK82炸弹被扔到了铁桥之上，2声巨大的爆炸之后，铁桥被炸成了碎片。不光是这里如此，就连对面的大桥也被炸断了。
接连炸断2座大桥之后，那架 A10 攻击机并没有离去，而是对着城内的信号塔、广播大楼进行了精确轰炸，将这些设施都炸成了一片废墟。在远处看着这一切的我皱起了眉头。他们这是要干什么？如果只是隔绝携带病毒的个体，只要把这里变成地缘上的孤岛就可以了。现在他们又轰炸了信号设施，将这里变成了信息上的孤岛，内外消息隔绝，无法互相传递。他们想要做什么？我突然猜想，这个联合制药会不会为了清除后患，直接发射核弹将一座城市彻底抹去了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我该撤退了。想到这里，我立刻向着城市边缘跑去，我要赶快下水，离开黑莓市。我一路疾行跑到了城市边缘，悄悄地躲进了一条巷子里，仔细地观察着。此时河面上还有不少巡逻艇在周围逡巡巡视，我在暗中观察着，想要找一个巡逻空隙，悄悄地潜入河道里。可是那些巡逻艇十分的密集，根本没有空隙可钻。我等待了20分钟，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。这时，远处的天空中传来的震耳欲聋的呼啸声。不能等了，得撤离了。我一咬牙，一踩油门，猛地冲向了河滩。几艘巡逻艇看到我的装甲车冲了出来，架起了船上的20毫米机炮，对着装甲车扣动了扳机。一连串炮弹打在了装甲车的钛合金装甲板上。我的装甲车经过几次改装后，现在的装甲硬度已经足以硬抗200毫米线膛炮的或者125毫米口径的穿甲弹，区20毫米的机关炮连个弹坑都别想留下。我的多用途装甲车则趁着这个机会冲进了河里。那家伙自杀了。不知道，盯紧了河面，别让那家伙跑了。明白了。几艘巡逻艇在附近巡视起来。我进入水中之后，立刻飞速地在水中跑了起来。我为了防止被发现，还特意向着上游开了15-16公里，一直到快要到了潜水的极限，这才找了处浅滩，向着沙滩上开去。这下总算安全了吧？然而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我刚一上来就遇到了正在撤离的巡逻艇。船长，那不就是冲进河里的那个家伙吗？他居然没被淹死，居然冲出来了！立刻汇报总部，不然消息传出去，我们都得死。船长盯着装甲车，拿出了通讯器，呼叫总部，呼叫总部，这里是巡逻艇分队，一辆可以潜水的装甲车穿过了封锁线，冲出了包围圈，现在正向112区逃窜，方向东南。尽量拖延，支援随后就到。明白。所有火力全开，让总部知道我们尽力了。20毫米的机关炮对着我的装甲车扫了过去。这些人在干嘛？浪费子弹。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些巡逻艇，懒得理会，驾车急速向前冲去。然而还没等我跑出去5公里，远处又传来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声。我定睛一看，原来那架 A10 攻击机居然飞到了这里，正在朝着我急速飞来。在对方的机翼下还悬挂着2枚 MK82航空炸弹，这玩意的战斗部有足225千克的炸药，扔到我的头上也够我喝上一壶的。呵呵，要是早几天想要对付你，我恐怕还要困难点。但是现在嘛，小爱同学，锁定目标。目标已锁定。我冷笑了一声，按下了一个按钮，一发阿达兹多用途导弹从发射架里发射了出去，在空中转了一个弧线，直直地冲向了 A10 攻击机。看到袭来的阿达兹导弹， A10 攻击机的驾驶员神色骇然，他不明白，明明只是一次普通的对地攻击任务，怎么会遇到防空导弹？阿达兹导弹击中了 A10 攻击机的发动机， A10 攻击机凌空爆炸，在空中解体成了碎片，散落的到处都是。跑！我看到 A10 攻击机被凌空打爆之后，立刻转变了一个方向，向着远处逃离。A10 攻击坠毁的消息很快就被总部收到了。负责这次攻击的总指挥施耐德脸色铁青，立刻把电子战飞机给我派过去，我要把那只老鼠挖出来，撕成碎片。可是对黑莓市的信号压制怎么办？清除攻击还需要1个小时才能准备好。不是已经把黑莓市的信号塔炸毁了吗？他们也没有什么能力向外界发射信号了。这个家伙既然能干掉 A10，那么肯定是其他财团派来的间谍。不把他除掉，黑莓市的消息一定会泄露出去，黑莓市那边很快就要被抹去了，一切都不重要了。现在的目标是锁定这个间谍，抓住他。我要知道他到底是哪个家伙派来的，对我们的计划知道了多少。明白了。而我则在旷野上一路疾驰，立刻停车，开启红外遮蔽器，保持静默，不要露头。发生了什么？我还是停下了车子，关闭了所有无线电，关闭了灯光，保持了静默状态。不远处，一架悬挂了电子战吊舱的电子战飞机从远处飞了过来，各种雷达纷纷开机，寻找着地面目标。可是我已经关闭了所有无线电通讯，红外遮蔽器有阻挡了车内的热源散布，车灯关闭，甚至就连车体的颜色也变成了周围草原的涂装。那辆电子战飞机在这片区域逡巡了许久也没找到我，最终只能无奈向施耐德请示。一群废物，连一个间谍都抓不住。施耐德怒骂了一句，随后转头抓起了一部黑色电话，给我接总裁。
总裁，我是施耐德。我怀疑已经有敌对公司知道了我们的计划，正在有组织地破坏我们的行动。德雷克堡被盗事件就是明证。我提议立刻执行方舟计划，以免被敌人阻击。有把握吗？已经全部就绪，所有物资已经储存到位，只剩下部分地级研究员还没来得及部署。地级研究员而已，反正都是一些消耗品，都舍弃了吧。为了公司的未来，奉献出自己是他们的荣耀。我命令你立刻启动方舟计划，授权已经下放，不要让我失望。明白。我坐在车里，无聊地等着。忽然，我被天边的一幕吸引住了目光，目光所及之处，一枚导弹腾空而起，拖着巨大的尾焰，向着自己所在的方向飞了过来。操！你们是不是玩不起？用战略导弹打我？这是找不到我用核武器覆盖了。人民穿越公路求生，我惊愕地望着那枚拖着尾焰的战略导弹。可是那枚导弹还没飞到我的头顶就凌空爆炸了，而且当量似乎也不大，只有几百公斤的样子，看起来有点像是放了一个烟花。他们这是在干嘛？忘了放弹头了。指挥官，周围空气中的阿尔法病毒的浓度正在急速升高，请求立刻转移。同意转移，快跑！与此同时，我看到天边数不清的导弹升起，随后一枚枚凌空爆炸。联合医药这是要干嘛？玩不起了，直接搞灭世，把阿尔法病毒传播到全世界，对他们有什么好处？我一路疾驰，向着远方跑去，始终没有跑出病毒浓度范围。我一直向前开了几百公里，忽然看到前方有队车队在行驶。什么人？我悄悄地靠了过去。等我靠过去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个车队是由3辆装甲车和2辆货车组成的，所有的车子上都喷涂着联合制药的标记。联合制药的车队，他们这是要去哪？我暗暗地跟了上去，启动了红外遮蔽，有消音瓦消声，再加上变色龙迷彩涂装，让我如同一只幽灵一样跟在车队的后面。还有1个小时回归，请注意时间。操，这么快？我决定再跟半个小时，要是没有结果的话，就直接对车队动手，抢了物资溜之大吉。半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，车队仍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不过周围的病毒浓度确实降低了，不能再等了，直接动手。我打开了武器舱盖，手抛式无人机起飞，锁定目标，2枚阿达兹多用途导弹呼啸而出，分别击中了头尾2辆装甲车。2辆装甲车完全没有料到空无一人的荒野上居然会有人突袭，猝不及防之下被阿达兹击中，从顶部钻入，炸开了花。2辆装甲车停了下来，将车队前后的路堵得严实的。我一看有效，立刻启动了第3枚阿达兹火箭弹，向着最后一辆装甲车射了过去。此时最后一辆装甲车已经反应了过来，一门高射机枪转了过来，对着导弹射来的方向扫射着，直接将最后一枚阿达兹火箭弹打爆了。然而还没等那辆装甲车反击，一束高能激光就击中了高射机枪，直接将近防炮打穿了。随后又是一枚阿达兹导弹射了过去，这一次装甲车没了反击能力，直接被阿达兹导弹打爆了3辆护航的装甲车后，我立刻控制着1130近防炮扫射着2辆货车的驾驶，不到3秒钟，2辆货车的驾驶室被打得千疮百孔，失去了行动能力。确认没有反击能力后，我立刻派出了自走机械去切割货车的大门。很快货车的大门就被切开了，货车的门一打开，里面就开了火。10几名穿着特战防护服的家伙举着突击步枪不断地向外扫射着。2个自走机械猝不及防被打中了摄像头，不过剩下的自走机械反应了过来，举起了超频电磁枪，不断地还击着。车里一阵电光闪烁，很快便安静了下来。上去检查，补枪。001一马当先冲了上去，挨个补枪。不过此时补不补枪已经没什么必要了，所有的护送人员全都被电成了焦炭。我看了看对方的特战服，和自己的第3代防护服不太一样，防护力也没有自己的好，推测应该是第2代或者更早的产品。看来联合医药也没把第3代防护服全面配发下去啊。车里只剩下了一个保险箱，自走机械将保险箱锯开，露出了里面满满的药剂。2辆车运载的东西不一样，一辆车里装的是阿尔法病毒的毒株，另一个则装的是特效药。也不知道他们要把这个东西运送到哪里。不过不管他们要送到哪里，我都直接笑纳了，让自走机械将这些药剂小心运回到车里。我则抓紧最后一点时间，让自走机械把这几辆车子拆掉。10分钟不到，001就带着自走机械将这些车辆拆解一空，还得到了2张图纸，一张是装甲车改造图纸，这玩意在交易平台上也是抢手货，不愁卖；另一张就有点意思了。主动防御系统数据库，由联合制药研发的高性能主动防御系统，可以提高武器的主动防空效果。原来还有这么个玩意，怪不得那家伙能用一挺高射机枪就打掉我的导弹。那辆装甲车之所以能拦下我的阿达兹导弹，完全是这个主动防御系统的功劳。小爱同学，这玩意你能用吗？我本身是没有主动防御系统的，
1130进防炮加装的时候倒是配了一套，不过这套数据库应该也有可取之处，应该能提高一些工作效率。那就制作了吧。我选择了制作，羊皮图纸化作白光消失，加载到了小爱同学的数据库里。果然有一些独到之处，等我分析完毕，主动防御效率应该能提升30%左右。而且加在了扩展数据库后，我可以将所有的武器都列入主动防御系统之中。以前遇到问题只能使用1130进防炮防御，现在加装了系统之无光1130进防炮可以当做近防武器，激光、导弹，只要是能链接上的武器，我都可以将其纳入主动防御程序，遇到危机后自动反击，全都能纳入主动防御系统。如果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应对危险的方法也多了不少。干得漂亮！将拆解出来的物资搬运回车里，消毒、收纳入仓库。我停留的时间也到达了尾声，一道白光笼罩了我。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世界，估计我明天再次到来的时候，这就是一个被病毒笼罩的世界了。白光闪烁，我离开了病毒世界，再次回到了螺旋山脉的顶端，当然也可以说是火山口。此时那些光门早已经消失不见了，火山口上也停了10几辆车。不过火山口很大，足有10多公里长，我的出现并没有引起其他人的注意。几个玩家正聚在贩卖机旁边，一起抽着烟。一个新上来的玩家走到贩卖机前扫了一眼，露出了嫌弃的样子。怎么都是这些垃圾？其实里面还是有一些好东西的，只不过我先来了一步，都打包带走了。这话我可不敢当着众人的面说出来，容易被打死。我看了一眼手表，现在是中午12点多，距离下午17点还有5个小时不到。不过此时火山口缝隙里冒出的烟雾更浓了，黑色的烟雾升腾，气温也在逐渐升高，硫磺的味道也越发刺鼻，让人甚至产生了一种窒息感。山顶上的众人感觉有点遭不住了，纷纷准备退回到车里躲避。就在我准备回车里的时候，我看到在烟雾弥漫之中，一个身影缓缓地从山下走了上来。那人穿着棕色的上衣，戴着一顶黄色的草帽，拉着一个拉杆箱，小巧的轮子在沙土地上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音。这家伙是走上来的，车子坏了，还是被人袭击了？就在我准备上车的时候，我忽然觉得眼前这个人莫名的眼熟，似乎是在哪里见过。一幅幅画面在我的脑海中闪过，想起来了，在我来到这个世界第2天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前女友的尸体。在岔路口，我好像看到了一个拉着拉杆箱的人向远方走去，那个人好像也穿的是这么一身衣服。我想要看清这个人的样貌，可是火山口冒出的烟雾越发浓郁了，让我根本看不清对方的面貌。这家伙到底是中途换了车，换车又报废了，还是一直靠着双腿走上来的？这家伙有点问题啊！人民穿越公路求生，那个徒步者来到山顶之后，便一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天空中响起了一阵阵声音。我向着远处看去，一架架巨大的飞艇从远处飞了过来，巨大的氦气球上涂着鲨鱼涂装，4个螺旋桨飞速转动，飞艇缓缓地降落到了山顶之上。所有抵达山顶的玩家请登上飞艇。上飞艇？这是要干嘛？离开山顶，还是要搞什么别的花样？此时那个一直坐在角落里，疑似徒步来到山顶的拉着拉杆皮箱的男人也站了起来，拉着自己的拉杆箱走进了一架飞艇的吊舱之中。其他玩家也纷纷开着车向着离自己最近的飞艇驶去。我想了想，也将车子开进了一艘离自己比较近的飞艇吊舱之中。飞艇的吊舱里面简约整洁，除了一个巨大的空间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这设施也够简陋的。飞行途中汽车滑动了怎么办？剐蹭了算谁的？有保险理赔吗？我找了个偏僻的位置缩着，我的旁边还有一扇窗户，可以观察到外面的情况。时间不断的流逝着，不断的有玩家登上了山顶，分别进入了各个飞艇之中。我这艘里面也塞进了10多辆车。等到下午16点30分的时候，只有223人成功抵达了山顶。此时区域频道已经炸裂了，抵达山顶的玩家正在炫耀着自己在山顶看到的一切，而那些没有抵达山顶的玩家则纷纷咒骂着，并且拼命的脚踩油门，试图让自己的速度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，争取在17点整之前抵达山顶。有一些确定自己根本无法抵达山顶的玩家则彻底躺平，开始拿自己辛苦积攒的物资兑换酒肉，准备临死之前最后再爽一把。时间最终来到了下午5点，10艘飞艇腾空而起，向着远处飞去。几个刚刚冲上山顶的玩家对着远去的飞艇怒骂着：“喂，还有我们几个，等等我们！”然而飞艇就像是没听见一样，自顾自地向着远方飞去。妈的，居然不等老子，那就大家一起完蛋！一个玩家怒气冲冲地跳上了车子，操控着车上的75炮瞄向了飞艇。飞艇上地玩家看到这副样子，顿时吓坏了。你们这帮王八蛋，自己迟到了就要拉别人一起下水吗？你要是敢动手，老子就干死你！
老子是白熊会的，知道我们会长是谁吗？你敢动手？而我见状，则将手放在了地狱火箭弹和旋翼启动的按钮上。一旦事情不对头，我就炸开一个口子，飞出去跑。哼，老子都要死了，还怕你们这些傻叉的威胁？大家一起留下来陪葬吧。那个玩家冷笑着将75炮对准了飞艇，正要拉动炮栓。就在这时，大地一阵阵剧烈的晃动，让那名玩家失去了准头。搞什么？地震了！一阵剧烈的响声从地下穿了出来，随后大片的碎石和泥土飞上了天空，红色的熔岩和黑色的烟柱直冲云霄，沉默良久的火山终于爆发了。站在山顶上的几个玩家最先受到了波及，靠近火山口的几个玩家直接被滚烫的熔岩气化了，剩下的也没好到哪去，被厚厚的火山灰呛到窒息。有几个玩家见机不妙，立刻戴上了防尘面具和防护服，然而他们的下场却更惨，直接被厚厚的火山灰包裹起来，像是叫花鸡一样活生生的焖熟了。火山爆发的规模越来越大，山顶开始坍塌，巨大的石块不断地向着山下流，滚烫的熔岩向着山下流淌，大量的树木被点燃，火焰迅速向着山下的方向蔓延开来，整座螺旋山脉就像是一只燃烧起来的巨大火把，一条条死亡讣告划过区域频道。飞艇还是保持着原本的速度，不断地向着远方开去，越开越远，最终喷发的螺旋山脉也变得越来越小，最终像是蜡烛一样消失在夜空之中。要不是划过的死亡讣告，甚至没有人知道在远方的黑暗中还有玩家正在死去。不过这一切都将与他们无关了。恭喜各位玩家及时登上飞艇，飞艇即将飞往下一个世界，预计抵达时间为明天8点，请各位玩家做好安排。要在飞艇上度过一夜吗？我看了看周围停着的10多辆车，通知小爱同学暗中加强了戒备。飞艇之中陷入了安静，巨大的飞艇在黑夜之中不断地向前飞行着，一直到第二天清晨7点钟左右，飞艇前方出现了一道光门，一艘艘飞艇鱼贯而入。等穿过光芒之后，游戏提示忽然弹了出来，欢迎各位玩家来到新世界生化狂潮，各位玩家将在这个世界度过美妙的7天。温馨提示：空气中含有大量病毒，请尽可能的寻找特效药，这将是你们活下去的保障。在第7天，你们将要面对灾难。滴滴任务修改中，发布特别悬赏任务，击杀13。任务描述：将玩家13彻底击杀。奖励：完成任务的玩家可以获得向管理者许愿1次的机会。备注：管理者可以实现任何愿望，甚至包括让玩家成为游戏中的辅助管理。为了方便追击，已经为悬赏目标添加闪烁标记。拥有闪烁标记的玩家，每小时闪烁1次红光，持续时间1分钟。本区人员已经补充完毕，现存人数5000人。祝各位玩家在本世界过得开心。这什么狗屁悬赏任务？任务目标居然是追杀我，目标旁边还有我的头像，绝对错不了。肯定是哪个狗屎在针对我。我想到了那个叫莫里亚蒂的家伙，让我对付4999人，还真看得起我。我脸色变得异常难看，区域频道里热闹了起来。追杀一个玩家，这是什么任务？这家伙是谁呀？居然能让系统发布任务追杀，肯定很厉害吧？管他厉害不厉害呢，反正这个愿望我要定了，我要脱离这个该死的游戏。这个任务我们白熊团接了，谁也不许跟我们抢。频道里没有人看好我，毕竟人数比是1比4999，你一个人就算是再能打，还能打过一个师的力量。卧槽，老大，我们好像中奖了！一个白熊团的玩家对着老大喊着：“中什么奖了？”老大，你回头看。众人回头向着飞艇的角落望去，一辆装甲车上正闪烁着红色的光芒。我操，冒着红光，这小子就是那的悬赏目标。白熊团的首领不敢置信地瞪着同龄大小的双眼，鼻子哼哧着粗气，像是一头看到红布的公牛。此时，在白熊团首领的眼中，我和我的多功能装甲车不是敌人，而是一堆闪闪亮亮可以移动的黄金。不，黄金都不足以称量我的价值，只要杀掉我，就可以换取到游戏系统实现愿望的一个机会，甚至可以脱离这个该死的求生游戏。哈哈哈，真是上帝保佑！装填炮弹，给我干掉他！明白。不过老大，要是能脱离游戏，你可别忘了我啊，一定要把我也带上啊！放心吧，只要能干掉这个家伙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他已经决定好了，他的愿望就是拿着大笔的钱财和物资返回现实世界，舒舒服服地过完下半生。至于其他的人，关他什么事？就在白熊团首领调整火炮角度的时候，飞艇内其他的玩家也都发现了角落里冒着红光的我。没有人是傻子，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猜到了一个事实，他们竟然和我同在一个飞艇之中。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这些人纷纷调整手中的武器，
准备一起干掉我。当然，有些人也把枪口对准了其他玩家。白熊团首领的黑豹坦克的后装甲板上挨了一发88毫米炮，整个后装甲板崩碎，装甲板后面的外壳也出现了大量的裂缝，眼看着再来一发攻击就能彻底击破装甲。白熊团首领看到自己的坦克突然遭到后方的袭击，顿时一愣。金正民，你怎么瞄得准？这么大老子？呵呵，目标只有一个，谁都想要，就只有干掉你再说了。再见吧，都给我动手，把白熊团的先干掉。至于那个目标归谁，我们各凭本事。不少距离我较远的玩家听到金正敏的话，纷纷将武器对准了前方白熊团的人，纷纷开火，有的更是直接杀疯了。凡是挡在面前的家伙，全都火炮伺候，打算扫平一切的竞争者。没办法，我只有一个，他们每个人都想要奖励。不大的飞艇空间里，顿时乱成了一锅粥。一群傻叉！看到飞艇内乱了起来，金正民冷笑了起来，这正是他想要看到的。只要局面混乱了，他就拥有了机会。他悄悄地将88毫米炮瞄准了我，准备乘乱偷袭。你们慢慢争取吧，最终能脱离这里的人是我。88毫米炮弹激射而出，向着我激射而去。然而，就砸88毫米炮弹就要击中我的车子的时候，白熊团首领的黑豹坦克却猛地一个加速，挡在了我的装甲车前面，硬生生地挡住了这发炮弹。黑豹坦克的侧面装甲崩碎，碎片四处乱飞。你个混蛋，挡我的炮弹干什么？嘿嘿，当然是不让你杀了目标了，目标是我的，除了我，没有人能杀他。混蛋，既然你这么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连啊，谁怕谁？看着这热闹的场面，我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。难道在这些人的眼里，自己就是一个毫无反抗之力的洋娃娃吗？我看了看周围的情况，拿起了扬声器：各位就不要争抢了，你们没有杀我的资格。听到我的话，白熊团的老大不屑地笑了：你在想什么呢？还没资格杀你！看看这里的人，至少20辆拥有火炮的车辆，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你。而且这里还是高空，连跑都没地方跑。告诉你吧，今天你死定了，乖乖的成为我回归的踏脚石吧。是吗？那我先走一步，有本事你就追过来吧。我说着，猛地一挂的多功能装甲车急速后退，撞到了吊舱的墙壁上。飞艇吊舱的墙壁并不结实，很多区域都是用的木料，甚至只挂了一层铁皮。飞艇吊舱的墙壁上撞出了一个大洞，多功能装甲车飞了出去。我操！看到装甲车掉出去了，白熊团的首领连忙将车开到了飞艇的旁边，他想要探头看看外面的情况，可是外面的风实在是太大了，吹得他睁不开眼睛。其他正在火拼的玩家也都注意到了这里的情况，纷纷停火，将目光交汇到了这里。你个废物，怎么让他跑了？谁知道这家伙居然能想出这种办法来！该死的家伙，居然自己摔死了，真是浪费！还不如让我杀掉呢，还能让我离开这里，白白的浪费了这个机会。这个家伙真是太自私了。反正你离他最近，放跑了他，你占有最大的责任。说说，你准备怎么赔偿我的损失？对，给我们赔偿。赔偿？你打碎了老子的装甲，老子还没有你赔偿呢！少跟老子废话，不然有本事下来飞艇再较量。就在这时，飞艇忽然开始失速，急速的向下坠了下去。该死，发生了什么？飞艇怎么在往下掉？肯定是你们这帮笨蛋刚才不小心打穿了上面的氦气球。那该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办？听天由命呗，祈祷上帝能让飞艇平安迫降，不然我们就一起等着被摔死吧。呵呵，说你是头蠢熊还不承认，你没办法解决，但是我有啊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只要能活着回去，咱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。都闪开点，别妨碍我。众人闻言立刻退开了不少，把场地让给了金正民。面对这种情况很简单，我的修理方法就是金正民猛地竖起了高射机枪，对着吊舱顶部一顿扫射，12.7毫米的子弹瞬间打穿了吊舱顶，击中了上面的氦气球，大量隔舱破裂，浮力急速降低，飞艇的下坠速度急速加快，眼看着就要坠毁了。金正民，你疯了？你打氦气球干嘛？要和我们同归于尽吗？呵呵，同归于尽，亏你想得出来，我是不会跟你们这些蠢货死在一起的，这是对我的侮辱，死的是你们，我就不奉陪了，再见。金正民一脚油门从我撞出的那个大洞冲了出去，随后猛地按下了一个按钮，4顶降落伞瞬间弹出，带着金正民的车子缓缓向下飘去。这个家伙怎么会有降落伞？不公平！一群傻叉，连到嘴的肉都能放跑了，就拿你们身上的物资来补充一下我的损失吧。哟，没想到居然还有一个家伙居然有降落伞，
运气不赖吗？就在金正敏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下坠的飞艇的时候，头顶上方忽然响起了声音。是谁？他将头转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，发现在自己的左上方，一辆装甲车正悬浮在空中。那辆装甲车造型很别致，上面居然伸出了2个旋翼，像是海鹰直升机一样。你居然没摔死？金正敏看着那辆熟悉的装甲车，一眼就认出来，这正是他们的击杀目标。13，我怎么会摔死呢？不过倒是你，马上就要摔死了。我架起了1130斤防炮。别动手，有什么事情好商量。这些都是误会，我可以赔偿你的损失，只要你开出条件，我都可以答应。呵呵，从你对我开枪的那一刻起，这一切就注定了。上路吧。我按下了按钮，1130斤防炮吐出蓝色的火焰，成百上千的子弹击中了金正敏的4个降落伞。伴随着金正敏的惨叫，他的车子急速掉落了下去。他坠落的方向正是飞艇坠落的方向，居然掉落到了一起。看来倒是不用我费力气去寻找了。我驾驶着多功能装甲车，向着众人降落的方向飞了下去。过了片刻，我在一片平原上找到了坠毁的残骸。不出所料，这些人从上千米的高空坠落，都直接变成了一滩烂泥，没有任何悬念。快把这里的车都拆解干净，干完就走，不能在这里久留。我放出了001和大队的自走机械，一群自走机械开始拆解金正敏和白熊车队留下来的汽车残骸。就在我指挥打扫现场的时候，忽然一封私信发了进来。我一看，居然是苍小空的来信。老板威武，祝贺老板旗开得胜。什么旗开得胜？你完成了20杀的壮举啊！区域频道都传开了，您不知道？区域频道传开了。人民穿越公路求生，我连忙打开了区域频道，进去一看，我气得鼻子都歪了。原来那个莫里亚蒂将讣告给改了，将那些被我扫射气囊、降落伞导致坠亡的玩家全都算到了我的头上。讣告一栏的内容也改成了某某玩家被13击杀。同时，因为我完成了20杀的壮举，我的身上被套上了 LV1级红名标记。1级红名标记，被标记者每6小时通报一次坐标，攻击力提升50%，击杀玩家爆率提升100%。被杀后，有100%概率随机爆出一张已学会的图纸。LV2等级在击杀200名玩家后解锁。备注：本标记仅在本世界有效。这是加剧了我和那些玩家之间的矛盾啊！看来这个莫里亚蒂为了杀我，还是下了一份苦心啊！牛逼啊！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20连杀，这得多厉害！哪怕是20只猪也得杀一回吧？你们发现没发现，这些人的死亡时间都很接近？我怀疑这个13掌握了某种高能武器，能够摧毁一大片区域，否则无法解释这些人是怎么在短时间内被连续击杀的。要我说，还是放弃吧。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击杀这么多人，这家伙不好对付啊！你要是害怕，你就直说，反正我是要试一试的，能退出的机会呢？谁知道下一次遇到是什么时候？说什么我也要试一试。算我一个，我也要试试。想要参加的话，加一下我的小群，别在区域频道里发，免得被那个家伙窥屏了。你提醒我了，我也要组一个猎杀联盟，谁愿意加入？情报共享，击杀各凭本事。赏金猎人联盟招人了，只要强力玩家。最强车队招人，只要美女玩家，男玩家勿扰。我给苍小空发了一条私信，你是怎么打算的？当然是帮老板打探消息了。当初那些玩家在末日世界想要跟老板做对抗任务都没成功，我想他们这次也注定会失败的。那行，这次你的任务还是和上次一样，不过要注意不要暴露的身份。想了想，我发了一身从贩售机里买到的防护服给苍小空发了过去。这套防护服虽然没有联合制药研发的第3代特战服这么强，但是作为防护服的过滤功能还是十分可靠的。老板，你手里居然还有这种好东西，这可绝对是价值连城，尤其是配合这个世界，绝对能卖出天价。你手里还有吗？交给我炒作一下，至少能卖到10倍，不对，起码20倍的价格。不，这玩意我就是烂到手里，也绝不往外卖一件。我已经决定了，这个世界绝对不会卖给那些玩家哪怕一件有用的东西。好吧，你现在的任务是打探消息，扩展交友圈，尽可能打入到对方的高层里。我也可以交给你一些对我没什么威胁的武器去贩卖，扩大你的影响力。当然，以后或许还有一些加料的东西交给你去卖，会有你施展的空间的。我发了一批蒸汽机枪过去，这些玩意对我来说基本上没什么威胁了，刚好可以拿出去贩卖一下。一方面扩大苍小空的影响力，另一方面挤占一下其他玩家的资源，一举两得。我明白了。苍小空听到我这话，又重新充满了干劲，拿着大批的蒸汽机枪去推销去了。苍小空离开了，苏琪的私信也发了进来。13哥，你好厉害呀，连杀了20个，怎么做到的？我回了一个数钱的表情包。切，
小七，我加入了一个猎杀者联盟的组织，这是成员列表，你注意点上面的人，有什么行动我会通知你的。另外，我姐的车型你记住了，黄色的甲壳虫，千万别误伤了。我的强大早在苏琪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他不相信这些临时凑起来的玩家队伍能打得过我，与其和这些玩家一起，还不如反手卖了，加深一下和我之间的感情。多谢了，这是2份特效药，有感冒症状赶快吃，不要拖着，不然容易变异。我反手回了2份特效药。下一步该去哪里呢？周围是一片荒野，看不到半点人类的痕迹。我举目四望，准备找个切入世界的点。突然看到远处有一颗信号弹升了起来，那颗信号弹在天空中炸裂，散开红白蓝3种颜色。这谁家的信号弹？集结信号的颜色居然是投降旗帜，这也太不吉利了吧！我开车向着那个信号弹的方向开去，反正我现在没什么事干，正好去凑个热闹。不过在行车途中，我启动了红外线遮蔽器，多用途装甲车穿过了一片树林，跨过了一条2米宽的溪流，在树林的边缘处停了下。在200米开外是一片空地，几辆车子停在空地上，几个穿着防弹衣的玩家正聚在一起，他们身上的防弹衣上都画着一个白熊的图案，看样子应该是白熊团的人。又是白熊团的，在飞艇上就是白熊团的人率先挑起的冲突，现在又遇到的又是白熊团的，看来我和你们这些家伙还真有点孽缘。我将车子熄火，停在了2棵大树的中央，静静地观察着。反正这几个家伙看起来也像是等人的样子，那我就多等一会，争取来个一网打尽。过了半个多小时，就在我有些不耐烦的时候，远处传来了一阵发动机的声音，一辆骑士15式从远方开了过来，在冲出树林的时候，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，还径直撞断了一棵胳膊粗的小树。聚集在空地上的几个玩家看到那辆骑士15式，立刻将手中的眼扔到脚下碾灭，身体也不由自主地挺了挺。骑士15式的车门推开了一条缝隙，一个女人从车里缓步走了出来。这女人腰间挂着一把手枪，脸上挂着一个防毒面具，不过看不出是什么型号的。在她的身后站着一个穿着差不多装束的女人，不过那人背后背着2把 M16，寸步不离地跟在马丁靴女人身后，一副保镖的样子。副团长，您来了。米修那个家伙死了，现在我继任了团长的职务，你们几个连队内的频道都不看吗？什么？米修团长死了？行了，这事放一边，防毒面具怎么不戴？别告诉我你们连游戏系统的提示都没看，空气之中含有大量病毒，不知道吗？知道，可是我们的车子密封性本来就不好，进来之后就感染了，而且我们现在也就是轻微流点鼻涕，嗓子有点发痒，没什么特别的问题。我们估摸着病毒的毒性也不会那么强，游戏系统肯定不会毒死咱们的活路，一上来就直接把大家毒死。再说了，不还是有特效药吗？有了特效药，咱还怕那什么病毒？你们看到这几名玩家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女人知道这些人还没有真的把自己当成团长，她默默地将这几个人的名字记了下来。凡是被她记住的人，待遇都等同于4等马润，遇到送死的事情都是第1梯队的人选。既然你们选择好了，那就这样吧，这个集合地点取消了，我们和拳击手车队结成了同盟，直接去拳击手车队的营地集结，到了那里再统一行动。别人都通知到了，就你们几个还得我亲自跑一趟，赶紧跟我走。没想到这一次居然还我了一条大鱼。人民穿越公路求生，如果能将这个集结点端了，想来应该会有不少收获。我心中越发兴奋了，开着多用途装甲车悄悄地跟了上去。可是没想到这一跟就是3个多小时，而且全程没有在公路上行进，反而一直在荒野上行驶，一直到了中午时分，众人才来到了一座营地附近。看到这座营地，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。这个营地周围是用合金的金属墙搭建成的，2米多高，上面还有支架和栏杆，每隔10米就安装了一台高频两用的机枪。在金属墙的外侧是一条5米宽、2米深的壕沟，壕沟里面插了不少尖锐的钉板，在壕沟的对面还竖立着一大堆钢铁龙牙和尖锐的钉板，哪怕自动大门的前面也摆放着2道钢铁巨马。整个营地一副固若金汤的样子，看着营地滴水不漏的布置，好像是有长期坚守的意思。这些家伙这是要干什么？长期坚守，不搜寻物资了，不前进了？他们是怎么做出这个选择的？是不是有什么内部消息？还是莫里亚蒂又耍了什么新的花招？女人带着那群人进入了营地，自动大门缓缓地关闭了，营地之中又恢复了平静。这倒是有点意思。我想了想，给苏琪发了条私信：你们那个联盟情况如何？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？没有啊，大家只是名义上联盟了一下，除了几个人在水群畅想着完成了任务该怎么许愿之外，没有一点实质性的意见，感觉
就是加了一个闲鱼群，一点用都没有。我打算再看看，要是晚上再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，就换个群。我也给其他朋友发了同样的消息。苍小空表示并没有收到什么特殊的消息，他加入的那个群被他发展成了物资交流群。那些蒸汽机枪的销量很好，有一个大客户买走了200多挺，并且订购了大量的子弹，并且还要求购数量更多的机枪和子弹。对面甚至表示会溢价30%来收购，他没敢答应，想要问问我的意见。大量求购机枪，这是要干什么？对了，那个跟你买机枪的人是谁？是拳击手车队的一个玩家，据说是副队长。拳击手车队？那个女人说白熊团和拳击手车队联盟了，一起在拳击手车队的营地集合。那么说，眼前的这个营地就是拳击手车队的营地，将营地布置的固若金汤，又购买大量的机枪。这个拳击手车队到底要干嘛？要是这样的话，那这个营地还真有摊一摊的价值，卖给他们，他们要多少机枪就卖给他们多少。不过价格议价无常，表现的强势一点。现在只有我能这么大批量的供货，另外尽量融入他们，打听一下他们囤这么多武器到底要干嘛。好的，我明白该怎么办了。我又问了问其他的朋友，都没听说到什么特别的消息。至于追击我的话，就属赵婉婉加入的那个群最积极。据说有一个玩家从一个物资箱里开到了一张身份卡，可以借助这里的一个土著势力的资源来寻找我。不过势力的名称那家伙没有提，藏得死死的。群里的其他玩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既羡慕又嫉妒，纷纷疯狂地寻找物资箱，希望能开出类似的身份卡来。还有这种玩意？看来本土的土著也有不少分量啊，要不然游戏系统完全没有必要弄出这么一个身份卡出来。可惜我从来到这里之后几乎就没上过公路，物资箱更是连半个都没见过。看来等解决了这里之后，还是要去公路上溜达一段时间。看到大门紧闭，没有人出来后，我悄悄地绕着营地转悠了一圈。营地挺大，根据我估算至少有一个足球场大小，里面停几十辆车都没问题了。而且营地的周围几乎都是同样的布置，高墙壕沟，没有任何死角。转悠了一圈之后，我发现墙上的机枪数量更多了，原本是间隔10米就是一挺机枪，现在每隔5米就有一挺，密度提高了1倍。新增添的机枪还都是蒸汽机枪，果然是这个拳击手车队用来增加这个营地的防御用的。不过他们建造这么一个营地到底准备干什么呢？就在这时，我忽然看到一台吊装机将一台红外大灯吊装到了钢铁外墙上。几个玩家将红外大灯安装完毕之后，直接开启了大灯，朝着周围扫去。还有这种东西？看到扫来的红外线大灯，我连忙将车子后退了一点。这种新型的红外大灯除了增加夜视效果以外，还附带红外探测功能，能呈现出扫描区域的温度差别，然后勾勒出一幅状况图出来。要是前几天的我被对方这么一扫，恐怕还真的会暴露行踪。不过我已经有了红外遮蔽器，打开之后直接遮蔽了热源，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了一体，自己在对方的红外显示器上消失了。另外再加上变色龙迷彩的功效，此时我的多用途装甲车看起来就像是丛林一颗不起，就像是幻影坦克一样，根本不会惹人怀疑。红外大灯在多用途装甲车上反复扫过2次，都没发现任何问题。看到营地里居然安装了这种级别的安保装置，我越发肯定这个营地里有问题。我偷偷的放飞了手炮式无人机进行空中侦察，这种低小慢目标是绝大多数雷达侦察手段的死角。由于体型小，速度慢，很容易被识别成鸟类而被忽略过去。手抛式无人机的声音狠，营地之中守在墙上的人又都大多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抽烟，时不时的扫视一下周围的情况，根本就没想过居然有人会从上面偷偷侦察。无人机就这么轻轻松松的飞了进去。当从球形屏幕上看到无人机从上空传输回来的照片后，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。原来这个营地的防御远远没有我看起来这么简单，在钢铁围墙之后竟然还有一道宽达5米的壕沟，壕沟的后面是一堵胸墙，上面也架设着不少机枪，甚至还有一些无后坐力炮。在壕沟上架起了2座吊桥，放下吊桥才能让车辆通过。不过此时吊桥都被高高拉起，根本无法通行。在这一层阵地之后才是营地的中心区域，停车场。在停车场里仍然保持着重型车辆围绕在外面，辅助车辆停留在里面的常规防御阵型。我数了一下，大大小小加起来一共55辆车子，其中画着拳击手车队车标的有42辆，白熊团13辆，看起来最厉害的是2辆黑豹级别的主战坦克，上面甚至挂上了反应装甲，装甲车级别的11辆，剩余的就是各种路虎、悍马、房车之类的。这些车上都架设着高射机枪，有一些车上甚至载着巨型的探照灯，看来连夜间放空的防备都做好了。只不过此时尚未看到有人值守。在车队的最核心是一辆如同蝙蝠车一样的黑色跑车，低矮而怪异，在车队里看起来不伦不类的。女人的骑士15式停在车辆车的旁边，看起来这应该就是拳击手车队队长的座驾了。
我点了点头，让小爱同学将攻击坐标定好了。待会攻击的时候，先把周围的车子打瘫痪了，这样被围在中间的车子就成了瓮中之鳖，被直接困死在里面。没错，我要尝试着攻打这个营地。我想要知道对方苦心经营这么一个营地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绝对有什么内幕消息。小爱同学，做好攻击准备，5分钟之后开始攻击。人民穿越公路求生，5分钟之后，8枚阿达兹导弹激射而出，越过高高的钢铁围墙，向着最中心的停车场飞了过去。有什么东西过去了？几个围拢在城墙上抽烟的人感觉好像有东西从头上飞过去了，不由得抬头张望。这时，那8枚阿达兹导弹已经在无人机的引导下冲向了各自的目标。我选择的第一轮攻击目标就是那2辆黑豹级别的主战坦克和6辆装甲车。尽管那2辆黑豹级主战坦克都挂上了反应装甲，但是阿达兹导弹是从顶部攻击的，导弹直接击穿顶盖，在驾驶舱内爆炸，剧烈的爆炸直接将坦克的炮塔都给扬了出去。剩下的装甲车也都是差不多的下场。有一辆最倒霉，直接引爆了弹药库，引发了讯爆，剧烈的爆炸直接将周围停放的几辆车子波及了进去，造成了严重的2次伤害。那战果甚至不比1枚阿达兹导弹差。得洗！爆炸一发生，整个营地就乱了套。有的玩家快速的来到机枪位上，想要找到敌人的方向；有的则快速的向着自己的车子的方向跑去，想要把车子开离危险地带；有的则驾驶着车子试图冲击营地大门，逃出这里。总之，营地里的玩家像是没头苍蝇一样，到处乱窜。原来是一群乌合之众，那我就放心多了。我通过无人机观察营地内的状况，从容的让小爱同学装上导弹，进行第2轮袭击。至于地狱火反坦克导弹和短号导弹，则一直处于待发射状态，用来处理突发状况。第2轮阿达兹导弹再次来袭，那些守在外墙上的玩家也发现了袭击的方向，将机枪瞄准了大致的方向开始扫射着。可是两者的距离实在是太远了，再加上多用途装甲车的变色龙迷彩，这种盲目的扫射能有几发打中都是一个未知数。第2轮阿达兹再次击中了几辆汽车，将这些车子炸成了废铁，其中有1枚阿达兹导弹，我还特意的让它偏了一下，直接炸断了一座远离自己方向的吊桥。没有了吊桥，5米宽的反坦克壕沟反而会成为圈进他们自己的围栏。除了大型的有长履带的装甲车和坦克之外，几乎剩下的车子有一辆算一辆，没有一个能越过那宽达5米的反坦克壕沟。当然，我也没彻底阻绝他们的生路，那样的话，这些人狗急跳墙，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我还给他们留下了仅剩的一条逃生通路。唯3缺1的战略我还是懂。看到一座吊桥被炸得粉碎，停留在车里的玩家更坐不住了，纷纷向着仅剩的那个吊桥挤去，生怕被困在这个孤岛之上。然而，按照正常的速度，50多辆车想要依次通过这座桥，大概需要10多分钟的样子。但是此时，所有人都想着快点逃命，一时间挤成了一团，谁也不肯后退，反倒是谁都走不了了，乱哄哄的挤满了桥头。看到下面的情形，我也不着急对付他们，反而击中火力对付那些落在后面的车辆。一辆辆车子被阿达兹导弹点了烟花，听到身后的爆炸声，那些玩家更慌了，更加拼命的向前挤去。可是越挤越冲不过去，一辆超级房车为了抢路，一狠心直接将油门踩到了底，一头将对面一个抢路的悍马撞到了反坦克壕沟里。那个超级房车撞开了路之后，刚要上桥，斜刺里忽然一辆悍马冲了上来，架起机枪对着房车的驾驶室就是一梭子。打了我们白熊团的人就想走，把人给我们捞上来，赔偿损失，不然老子打死你！白熊团的瘪三还敢动枪，兄弟们，灭了他们，说不定外面的人就是他们引来的，干了他们！超级房车也不示弱，后面的庞大车厢内打开了2个射击孔，2挺机枪伸了出来，不断的扫射着。这一下直接挑起了两方的怒火。原本白熊团和拳击手车队是平等联盟，可是白熊团的首领以及一众精英被我在飞艇上干掉了，结果导致白熊团实力大损，导致联盟的平衡被打破。拳击手车队自认实力强大，想要压着白熊团一头。白熊团的玩家迫于实力不足，只能忍耐，平时也就算了，现在到了逃命的紧急关头，他们压抑的怒火再也控制不住了，纷纷抄起家伙对着拳击手车队的玩家开火。拳击手车队的玩家也不是弱势，纷纷开枪还击。一时间，营地之中到处都响起了枪声，两队人之间互相造成的伤亡比我造成的还多。这一幕把外面的我都给看傻了，我万万没想到对方竟然自己内讧了，两方打了起来，而且还异常的激烈，连 RPG 都用上了。人还真是奇怪的生物。我摇了摇头，命令小爱同学继续攻击。8颗阿达兹导弹，5枚用来对付拳击手车队，3枚对付白熊团的人。2轮打击过后，场上只剩下了6辆还算完好的车，其中就包括那辆蝙蝠车。这么顺利，接下来就不能瞎搞了，不能全都打死，
还得留下1、2个问问情况。想了想，我发射了5枚阿达兹导弹，瞄准了剩下的那5辆车子，留下了那辆蝙蝠车，准备问问情。可是那辆蝙蝠车忽然将4个轮胎收了起来，弹出了4个喷口，这些喷口都喷出了火焰，蝙蝠车竟然飞了起来。我操，居然还能飞，这家伙要跑！我见状，立刻发射了1枚阿达兹导弹。这个时候，哪怕不问情况，也不能把对方放走。可是那枚阿达兹导弹射到蝙蝠车附近，居然莫名其妙的拐弯了，没有诱导弹，没有干扰拨条，什么都没有。那个导弹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拐弯了，从蝙蝠车的旁边擦了过去。导弹出故障了。我不信邪的直接发射了2枚阿达兹导弹，一左一右向着蝙蝠车射去。可是眼看着2枚导弹要击中蝙蝠车了，却又都莫名其妙的绕了个弯，擦着车身飞了过去，凌空爆炸。怎么会这样？阿达兹导弹是我的主攻武器，可是接连几次都是攻击无效，这说明对方绝对有对抗这种武器的手段。这家伙怎么有这种东西？难道又是一个莫里亚蒂布治下的托？得试试。我又启动了短号导弹和地狱火导弹，这2种导弹，一种是热成像导引，一种是半主动激光导引。我不信那家伙能防御住所有的引导系统。2枚导弹一前一后向着天空中的蝙蝠车飞了过去，然而仍然和阿达兹导弹一样，在快要接近蝙蝠车的时候就转弯绕了过去，随后凌空爆炸。此时那台飞车已经缓缓地飞到了我前方不足100米的空中。举手投降吧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不要试图反抗，我的力量不是你能想象和匹敌的，我可以给你一个臣服我的机会。臣服？呵呵，恐怕我一出去就会被打成筛子吧。既然导弹不行，就用近防炮试试。我将武器换成了1130近防炮，对准了空中的蝙蝠车，扣动了扳机，一连串30毫米口径的近防炮炮弹射向了蝙蝠车。然而空中的蝙蝠车就一直悬空在原处，一动也没动。密集的炮弹打在蝙蝠车上，发出了乒乒乓乓的声音，但蝙蝠车却毫发无伤。哈哈哈，我这可是7级的装甲，根本就不是你那些区近防炮可以突破的。老老实实的投降吧，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，不然我可就要不客气了。蝙蝠车里，一个光头上戴着一个金属圈的家伙语气冰冷地说道，他的眼中满是凶残的光芒，他目光扫视着丛林，心中有些急切，低声说道：快出来啊，快点出来，该死的家伙怎么还不出来？人民穿越公路求生，蝙蝠车并不是他自己的，而是莫里亚蒂通过特殊手段投放给他的，只不过因为来路有问题，再加上等级过高，为了能通过检查，莫里亚蒂特意把所有的武器都拆解掉了，这才通过了检测。所以蝙蝠车的主人需要通过其他手段来诱杀我，要不是这样，蝙蝠车的主人根本不需要这么大费周折，一发导弹就能解决了我，他不得立刻将我抓出来，碎尸万段，以解心头之恨。然而他刚刚想到这里，忽然感觉到胸口一阵的剧痛，他低头一看，胸口处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大洞，边缘焦糊一片，前面的车子上也多了一个手臂粗的圆洞，边缘光滑如镜。怎么会？蝙蝠车的车主一脸不敢置信，他的车子可是莫里亚蒂大人给的7级车，虽然没有武器，但是配套了7级装甲，还有各种反导设备，在这个世界应该没有人能杀得了自己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蝙蝠车的主人栽倒在座位上，蝙蝠车也被激光击穿了引擎，渐渐失去了动力，从天空中坠落到了地面上，激起了阵阵尘埃。太棒了！激光果然不愧是8级的车载武器，导弹无法解决的敌人都能够轻松解决，除了受天气影响太大之外，耗能有点大之外，几乎没什么缺点。我立刻将车子开了过去，此时蝙蝠车已经栽倒在了地面上，砸出了一个不浅的坑。看着栽倒在地上的蝙蝠车，我有些犹豫了。正常情况我肯定是拆车，但是这车等级很高，我琢磨着能不能把这辆车收起来，当做备用车来用，万一自己的车被打爆了，自己还有个备用车可以使用，逃出了一条性命，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。越级分解，拆解车辆100%概率获得一份图纸。这辆车为7级车，经过莫里亚蒂改装，受到影响可以100%获得一份汽车配件。另外，本车内部有定位，莫里亚蒂可以通过定位系统随时掌握车辆所在位置，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掌控车子的控制权。果然是莫里亚蒂这个家伙。既然这玩意上面有莫里亚蒂留的后门，那我就不敢留了。001，把这东西给我拆了。我放出了10多辆自走机械，把蝙蝠车围了个水泄不通，电锯的声音响了起来。不得不说，7级车就是异常的坚固，愣是花费了50分钟才将车门打。我率先进入了车子里翻找了一番，这个蝙蝠车的内部并没有经过什么改装，内部空间和正常的车子相比差不多，甚至因为车体较矮的关系还更小点。不过车里却满是各种显示器，驾驶台上满是各种按钮，在驾驶位上趴着一具光头男的尸体，头上戴着一个亮晶晶的金属头环，
上面还有一些天线。我好奇之下，将其拿到了手里。心灵操控头环通过释放电磁波，让周围的人逐渐被催眠，最终达到言听计从的效果。意志越脆弱的人，效果越强。初步控制周期30天。这玩意没啥大用啊。这东西的效果倒是不错，就是周期太长了，居然要30天，只好收起来，准备让莉莉丝转身回来之后研究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改进的价值。将头环收起来之后，我又从对方的身上搜出来一张图纸，图纸上除了各种参照物之外，只在一个地方标注了一个红色的 X 记号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我想了想，决定去这个地方看看，能被这家伙贴身存放的东西肯定不简单，说不定是莫里亚蒂在这个世界留的什么后手也说不定。我继续在车里搜查起来，车里的空间不大，东西也不是太多。我在车子的后座上发现了一把镀金的单筒猎枪和一把镀金的 M500，看起来贵气十足，不过没什么用。在车子的后座上，我还找到了一些罐头和水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在座位的下面，我发现了一张图纸，是单管23毫米机关炮的图纸。这东西的威力我看不上，只能卖掉。搜刮了一圈，确认没什么遗漏，我便让自走机械继续拆解蝙蝠车。又过了1个多小时，众多自走机械终于将蝙蝠车拆卸完毕。除去众多金属个之外，还有一件巨大的机器。我将目光扫到了机器上，眼中立刻浮现出一行信息：超级电子对抗系统2.0版本，7级汽车配件，由射频干扰器、雷达警告器、通用导弹警告器、微调红外干扰散播器、光线诱饵散播器、电磁波干扰器、激光对抗系统等组成一个整体的光电和电子对抗系统，可以对红外制导导弹、激光制导导弹起到有效的干扰作用，使其失去目标锁定，有一定几率直接烧毁导弹内部的导引部件，极低概率修改导弹内部的参数目标，对无人机等设备也有强大的干扰作用，可进行一定的电子战，进行电磁干扰，压制敌人的无线电通信，干扰雷达。备注：由于是越级击杀获得装备，自动获得装备资格，可以无视级别限制。怪不得自己的几种导弹都拿对方的蝙蝠车毫无办法，原来是装有这种东西，不愧是7级配件，效果果然恐。说起来，这个8级的激光发射器也是莫里亚蒂送的，算上微型核反应堆，莫里亚蒂已经前后送了自己3件物品了。要不是莫里亚蒂总是想要杀了自己，我都想当面感谢一下这位好人。我急忙让小爱同学将多用途装甲车开到了机器旁边，一只机械臂弹出来，碰触到了机器，发现可安装设备，超级电子对抗系统2.0版本，请问是否加载？当然。一道白光闪过，机器消失不见，我立刻跑回了车里。此时球形屏幕的边缘已经多出了一些分屏幕，显示着各种数据，操控台上也多了一些按钮，看起来复杂了不少。太棒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也可以无视那些红外制导和激光制导的导弹了。有一点比较遗憾的就是，我失手将车主打死了，没能问出这家伙在这里建造一个营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。现在所剩下的唯一线索就是从对方怀里搜出了这张地图，向着地图这个位置出发。多用途装甲车隆隆的在荒野上行驶着。我看了一眼自己的红名标记信息，此时的经验已经涨到了 LV1 126至200，每一点经验都代表着一个玩家的性命。再干掉80多个玩家，就要升级到 LV2 了。到时候不知道会有什么新的变化。尽管我一路上风驰电掣，没敢浪费时间，但是当我赶到地图上标记的位置的时候，已经到了夜晚。一座农场出现在我的面前，一眼望不到头的白色木栅栏，硕大的农场大门，一栋2层楼的木屋，马厩、牛棚、葡萄田。房子的后面是一大片枫树林，旁边还有一个恒温游泳池，一栋标准的度假农场。小爱同学，你看看地图，确认是这里吗？我绕着农场转悠了一圈，并没有发现这个农场和普通的农场有什么差别。如果不是地图上标注了这个地点，我哪怕路过也不会停下来看一眼。指挥官，我确认过2次，确实是这里，没有任何偏差。那好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进去看看。我想了想，直接开车进入了农场。多用途装甲车缓缓地开进了农场之中。我先去牛棚、马棚检查了一圈，没发现有什么奇怪的地方，最终来到了那栋2层的木屋之前。